俄罗斯海军在谈及采购中国军舰的问题时，总是没有付诸实际行动下单的意思。那么这其中又是何原因？来一起详细了解。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根据俄媒记者的报道，俄罗斯记者又一次谈到了中国出售舰艇给俄海军的想法以及可行性。无独有偶，这已经不是俄媒第一次谈论引进中国军舰的话题了。早在去年，俄罗斯媒体报纸网就针对采购中国军舰一事采访了俄海军。俄海军官方明确表示，现阶段没有从中国引进军舰的打算。那么为什么在俄海军官方屡次拒绝采购中国军舰的提议后，俄罗斯媒体仍然乐此不疲地谈论从中国采购军舰的可能性呢？要虎哥来说，除去潜艇部队外，俄海军的整体实力难以和其他大国地位相匹配。俄海军大型水面舰队的综合实力甚至没有解放军三大舰队中的一支强大，可见俄海军目前窘迫到了什么程度。实际上，俄海军成立之初就是靠红海军留下的遗产过日子。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除去苏联解体后小部分军舰被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接收外，苏联海军的舰船、武器装备和兵员大部分由俄海军接收。不过随着时间的推进，到2020年代后，这些从红海军继承的军舰，年轻的有30年舰龄，老旧的有40年舰龄。这些军舰的老化严重，从2000年代开始，俄海军就不得不退役其中的部分军舰。而且这些苏联时期设计的军舰在部分理念上已经落后于时代，和西方同类型舰艇具有很大的差距。当然，俄海军也不可能加大力度继续研制新的大型水面舰艇，主要是有2个原因。首先是因为30多年断层，俄罗斯缺乏设计大型先进水面战舰的经验，人才从解体后差不多就断层了。而且俄海军也没有建造如航母、2栖攻击舰的大型船坞，毕竟原来的船厂和配套工业体系都在乌克兰，这就导致俄罗斯建造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困难重重。其次是老生常谈的经济问题，俄罗斯解体后的经济就一落千丈，后续凭借油价回升和天然气出口倒是赚了点银子，但是对于海军这个吞金兽来说就是杯水车薪。而且俄海军还得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核潜艇的建造上，因此种种因素决定了当前俄军工是没有能力建造大吨位水面作战舰艇的。建造1级和 054A 差不多的小盾舰22350，基本上就让俄军工费了老鼻子劲。而中国海军的快速发展自然引起了俄媒的关注，他们认为现阶段在海上军舰的发展上看，随着中国海军 052C、DL、054A、055、075等一系列大型作战水面舰艇的服役，其综合实力已经超越了俄罗斯。因此俄海军可以从中国直接购买，反正这些武器中国已经批量建造下水了，成本相比俄海军自己建造要低很多。哪怕是从中国购买几艘 052D， 对于俄罗斯海军水面舰队的战力可以说是飞跃的。但是此建议依然没有被俄海军采纳，这大概率是因为俄海军的面子问题。如果俄罗斯向中国采购先进作战舰艇，那么俄罗斯就等于向外界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满足俄海军现阶段的需求，而且其海军的武器装备出口或多或少可能会被此事件影响。再者说了，中国海军的作战舰艇若出口俄罗斯，相当于在全世界面前打了一个影响力很大的军售广告。如此一来，购买中国军舰的买家肯定会增加，而俄罗斯海军武器的出口会相应的减少。这些都是俄罗斯不愿看到的。因此现在有俄媒开始建议俄罗斯海军不买中国生产的作战舰艇，而专门购买中国生产的辅助舰艇，如和平方舟号大型医疗船、902型大型补给船。这种军舰也是俄罗斯海军所缺乏的，而且这种船对于俄海军负面的舆论影响相对较低，可以从中国订购一批。
虎哥认为这个方法不错，与其一上来谈引进大型作战舰艇，让俄罗斯丢面，不如从敏感度低的辅助舰艇慢慢开始，等到一定程度上之后，再谈引进中国海军主战舰艇的合作。反正后续俄罗斯海军那些老式的苏联舰艇退役后，海军的需求量肯定会骤然增加。到时候俄罗斯自己造船工业又指望不上，中国就是唯一的选择。因此不管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了，俄罗斯肯定会向中国订购。从目前的情况看，俄罗斯内部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可以在水面作战舰艇上助力俄海军。接下来就看俄罗斯能否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了。我们只要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即可。